8月10日，校战今日登上 L 的9月刊杂志。杂志有分为正反双封面，复古牛仔夹克外套是 Agnes Studios， 黑色无袖马甲及黑色短裤均为 Gucci 2025春夏男装系列。手上的戒指及手镯均为 Boucheron。全影片最后会有校战的 Q&A， 以及根据记者采访的分享。2块黑色幕布直抵摄影棚极顶，利落地把拍摄区与周遭隔绝开来，要穿过迷宫一样的他们，才能进到最核心那方小空间。纯白色，冷气过足，相机快门声高频而连续。校战穿一身黑衣服，很少有多余动作。有一阵子灯光坏掉，摄影暂停，他就保持单脚割木箱的姿势摸黑站着。工作人员和摄影师讨论照片、调整造型时，他也兀自站在显示屏前，微弱的屏幕光笼在他身上。非常偶尔的，他随着背景音乐小幅摇晃，双腿精瘦但肌肉分明。进入演艺圈后，这些东西很快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：摄影机、聚光灯、显示屏、遮挡物，职业与人气使然，也因此裂变出来无数个校战。高级商场外立面的巨幅肖像，数量惊人的粉丝们的投射想象，或者接连上映的影视剧中的角色模样。眼下，拍摄结束后的化妆间里，校战正端着自己那盒粗粮沙拉，惟妙惟肖地模仿见导演郑晓龙的场面。我有点犯嘀咕，就问导演说：“您是希望我再瘦一点，还是再壮一点？”他说：“瘦啊，当然是瘦了，多好看，锋利。”过段时间拍定妆照，郑晓龙再见到他，他说：“有你这可以啊。”从那会儿到现在，他瘦下来10多斤。一切裂变源头的这个校战，得体、松弛，外界所见的光鲜对他来说属于附加值。他有时候甚至会忘了这件事，真的没有人会在意你，然后继续谈论他的工作。新近结束的是在横店拍摄5个月的《藏海传》，上一部同样拍摄长达5个月的是徐克执导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。侠之大者，大体量电影、长篇电视剧往往如此，一进组就是4、5个月。2022年他的拍摄工作主要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、《骄阳伴我》，2021年是《玉骨遥》，2020年是《王牌部队》，2019年是《斗罗大陆汉》。余生，请多指教。戏约不断，所以有时候也无法决定戏和戏之间的间隔是拉长或缩短。2019年下半年拍摄余生那段时间，校战白天拍戏，晚上要录制综艺《我们的歌》，两边都很有挑战性。前者是他第一次在都市剧中担纲男主，经验少，压力大；后者的难点在于和声，要把所有跟这个歌调不一样的和声背下来，以及不被带跑。那个时候会觉得无所谓，我睡1、2个小时，起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。但是现在精神说没关系，身体会提出一些抗议。今年在横店拍戏，后来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扁桃体发炎，吞咽剧痛，但照常出工去。直到导演过来问他：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他才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双眼肿胀，撑到下午，彻底跟青蛙一样了。他不得不跑医院。病症本身都很寻常，吃了药也能止住，做不到的恰恰是医生劝导最多的那句：“你要休息。”更重要的是，感知力会变得迟钝。我自己真的是很害怕这样，怕变得很机械和公式化。讲这个话始终音落在真的2字。他和前辈聊天，他们也说你要去生活，你要体验生活。事实上，万众瞩目的人生与普通人生活多少是相悖的，只是演员这份职业偏偏要求他尽可能多地去触摸生活褶皱。前阵子他看综艺里的一段独角戏，描摹当代年轻人的职场现状。校战进入演艺圈之前开过工作室，上过班，他能理解上班带来的苦闷，但职场上出现的新词汇、新工具，让他共鸣感变弱。他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脱钩了。6月初，校战有了一段短暂的假期，回过一趟老家重庆。他很喜欢散步，有一天大晚上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，去老街、解放碑，还去他原先工作过的地方转了转。2014年，23岁的校战从大学毕业，到一家设计工作室里任职设计师。每个工作日早上在牛角沱站从2号线转3号线，拨开摩肩接踵的人群，挤上轻轨，
好几次被挤得脸贴在玻璃窗上，他就索性贴着玻璃看下面的嘉陵江，看裸露在枯水期的奇怪礁石和各色人群，冬泳的人、跑步的人、钓鱼的人，颇有股乐天精神。他现在还是很爱观察周围的人。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？匆匆走路一定是刚下班的人，赶着要回去。他们的那些神态行为就跟以前我要赶地铁一样，最后一班了，你要跑起来，很慌张。一些外卖小哥一直奋不顾身往前冲，还有一些很悠闲的人坐在那里喝啤酒，完了之后各自回家，然后开始新的一天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彩故事在发生，是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，所以很奇妙。每个人都是主角，我们都在拍自己的传记。明天的故事又会是什么走向呢？在那种时刻，混迹其中，他就和所有久居异乡忙于工作的人一样，终于得空回家，发现好久没来了，变化还挺大的。其实也没有特别开心，没有其他感触，我在生活，仅此而已。2天半之后，因为工作，肖战离开重庆回北京，又赶往上海，接着辗转去法国。这次他把父母也叫上了，这是一次久违的家庭旅行。1周时间里，从法国到瑞士又回法国，旅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。他们高兴、拌嘴，或者只是平常的走一段路，都会很鲜活。分别那天，他们在法国南部一家餐厅吃完饭，来接他的车到了，他要先走。临走前，妈妈抱了他一下，叮嘱他注意身体。很少见地，爸爸也笨拙地抱了他一下。生活的况味在细微处，以前会觉得说工作是全部，生活好像没有那么重要，无非就是有一个地方睡觉，然后起床、出工、再收工、休息。但是到了现在，父母的年纪也大了之后，长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彼此的生活，哪怕是家人，都会越来越远。他特别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避免悬浮。重获生活实感的途径说来并不难，有时间就多出去走走看看，重要的是感受生活，感受这个世界，哪怕是一些糟心的、残酷的东西，都是生活，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迸发出能量。采访进行到一半，肖战忽然讲自己对场访谈有种矛盾心理，一方面他担心成长不足，在谈话中漏怯，另一方面他想通过谈话来挖掘某些细微感受，因为自认不擅长用文字来记录他们。观察、感受、理解、表达，这是演员之所以能带来创作性的要义。对话也是肌肉记忆。肖战说，虽然我很爱，但不自闭，因为我觉得演员需要学会表达你内心的想法，以及去消化对方递给你的内容。骄阳伴我开拍前，他和主创们碰头，开过几回剧本会，以此来加深对彼此和对角色的了解。《藏海传》前期，制片人也曾提到他会细聊剧本，说起一场戏，带有自己的许多理解。肖战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刚入行拍《一斗破苍穹》和《狼殿下》时，他产生强烈怀疑，问自己：我适合吗？不断否定和推翻自我，这让他失去自信。有时候他也会被问到，如果23岁没有参加选秀出道，没有踏入演艺圈，现在会在做什么？他想过，但不回头。演不好戏，那就额外花时间上表演课，多看监视器，多向前辈请教，轴劲爆发，加上用功，慢慢去摸到门道。后来梦中的那片海开拍，肖战饰演的孝春生是北京大院子弟，与他截然不同，连口音也天差地别，他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很多场戏开拍前，导演傅宁就跑过去小声跟他讲：战战你不要怕，就勇敢地说，你感受到了你就说出来，其实观众能感受到你的情感跟你要表达的东西。他也慢慢有了更多自我认知，技巧可能不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更多是靠感受，我自己有了感触，才有信心把它演绎出来。如果纯靠一些技巧，我认为不够动人。如今距离肖战第一次演戏已经过去8年，拉开履历表，有各类题材影视剧的男主角，但他仍旧觉得自己是新人。未来有机会还是希望能跟更多经验丰富的制作班底合作。他不会想太多，按年划分的工作计划他实际上知道的并不清楚，他关心的仅仅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安排是什么。
而不是去问太远的事。我依旧觉得现在是小孩一样，但其实我已经不是了。好像我还在上高中，但其实我已经长大了。小孩心性的意思是有好奇心、探索欲以及想象力。他把这些好奇和探索放到角色身上。我指的是，对我自己来说，当我去挖掘角色的背景与过往，发掘角色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，将其呈现出来，这样他的一些选择和动机才有可能被观众理解，作品也许才会好看，才会有你现在的观众，对吗？休息的这段时间，你会想起片场的一些事吗？笑战，当然会。我记得刚杀青没几天的时候，我还做梦，梦到还在拍，我跟导演在现场还在探讨那个词要怎么说，那场戏要怎么处理。像片场的那种氛围，你是不是其实又挺怀念的？笑战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创作，齐心协力，把一个事情做好的感觉我很喜欢。刚进入演艺圈，人气增长特别快的那段时间里，你说觉得有点不真实、魔幻，但现在的你看起来已经挺松弛了，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？笑战，与其说不真实、魔幻，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会觉得是自己还没来得及适应当时这么快的节奏，所以睡觉醒来，我今天在哪，在干嘛？我觉得是一个过程，就像初入职场，大家都会很兴奋，工作我来了，请好好爱惜我，本少爷驾到，统统闪开，我可以，我行，笑。但是当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是需要从长计议的。几次采访中你都提到自己喜欢演能够传递能量的角色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好呢？笑战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角色的生命。我说的那种传递能量，不只是单一的、一般理解上的正能量，我指的是可以潜移默化、润物细无声的营养。我相信每个人物内心都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，这是让我很喜欢的点。只要你深挖，都可以打动人的。我不太喜欢把反派称为反派，好像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他是一个不好的角色，但其实不是，他也许是有自己的苦衷。听起来传递能量只是个概括性的词，实际上是通过表演去理解不同的人。笑战，对，如果细化到每个角色的话，他们传递的东西都不太一样，但如果要说成好人、坏人，那我觉得没意思。所以你会觉得表演是一种沟通方式吗？笑战，是，可以这么说。我觉得这么说很棒。表演是跟观众沟通的桥梁，就像播戏的时候，我会看一些观众的评论和观后感，觉得他们对作品的感受很丰富。当我看到一些评论跟我在拍摄时的想法完全一致的时候，会觉得很神奇，好像这个桥梁真的连上了。生活当中我们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交流过，但他突然 get 了我当时的想法，就觉得，哦，表演是一件很美好、很神奇的事情。你会看一些科幻类的影视剧、文学作品吗？笑战，会。以前喜欢看《三体》，最近一些科幻片我还真看了，美剧《群星》，最近在看《人生副本》，都是无限流以及平行时空的，因为我觉得也许真的有平行时空，每一次你的选择都会分裂出不一样的平行时空。那你会想象平行时空里的那个笑战吗？笑战，我真的会想，比如说他还是演员吗？也许是。那他现在还在拍戏吗？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唱歌？或者他还是设计师，是在打工还是自己做了老板？笑，真的，我真的会想。关于未来呢？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？笑战，哇，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世界可能会返璞归真，可能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，人与人之间回到了很本质的交流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为什么这么想呢？笑战，反正至少现在我是有一点反感这种无处不在的网络。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，大家吃饭就是聊天，小伙伴都是一起叫到楼下来玩捉迷藏，玩各种游戏。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很珍贵。到那时候还会有演员这个职业吗？笑战，我觉得会有。我相信只要生活还继续，戏剧就会继续，因为大家需要一种输出，需要情感的共鸣跟寄托，图像也好，声音也好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哪怕世界毁灭了，只要还有人存在，戏剧一定会存在的。
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